不会，我爹跟小叔都是心性极其坚韧又强大之人，轻易不会被眼前这点错摸打倒。我们赶了这么多天的路，也不急于这一时。为了之后更稳妥的脱身离去，眼下只能多加忍耐了。你在写什么？在清点我们可利用的武器。我看看呢。如何？我觉得你写的这几个方案都挺不错的，但怎么说呢，我感觉太正了，对付他们没必要如此费心费神。哦，宁是有什么想法吗？是有些想法，虽然有些旁门歪道，但只要解决了问题，那就是好办法，不是吗？说的在理，你说说呢？靠近点，我给你说。几分钟后，宋少卿表情有些呆滞，嘴角还微微抽搐了一下，似乎很是一言难尽的样子。如何？我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吧？不错，确实比我想的要简单好操作一些。他从未想过还能有这样的操作，简直就跟玩儿一样。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主意啊？这算什么呀？如果你也生活在网络时代，肯定知道的比我还多呢。那些电视剧、电影、网络视频里，像这样的把戏多着呢，稍加改一下就行了。宋少卿哑然，不得不说，21世纪的人真会玩，不管在哪方面都能整出特别多的花样，简直是层出不穷。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现在准备一下，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行动。总兵，2位犯人醒了。醒了，今天倒是醒的比前几日要早一些呢。不愧是威名远扬的宋大将军啊！既然醒了，那就一切照旧吧，别一点小事就来烦我。他们押送队伍已经赶了半个多月的路程了，起初他或许还有兴趣折腾那俩老货，谁让他们是他们萧家的死敌呢？快吃吧，这是你们今日的干粮。看你们能逞能到什么时候。吃吧，吃了才有力气。也不知道玉福他们如今怎么样了，肯定吓到了吧？放心吧，有少卿在，他们不会有事的。或许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呢。大哥说的对。别急别急，再忍一忍，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休息了。宋少卿不由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慢慢地平复自己的情绪。很快就到点了，再等一等。于是两人默默地藏在暗处观望着，看着不远处的士兵纷纷入睡，只留了2个人坐在火堆跟前值守。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我听到了，好像有人在哭。好像是女人的哭声。这话一出，2个人齐齐瞪大了眼睛。女人的哭声，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女人啊？怎么办呢？别问我呀，我害怕。这一刻，2人连叫醒其他人的勇气都没有，生怕自己稍微动一下就会引起某物的注意。于是2人缩着脖子埋着头，一副装睡的样子。我好可怜呐！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啊？他娘的，谁在哭啊？谁大半夜不睡觉哭哭唧唧的呀？哎呀，真是烦死了！他娘的，别哭了！救救我！谁来救救我？我死得好惨啊！好惨啊！什么东西啊？不是我想的那样吧？谁去瞧瞧？慌什么慌？有什么好怕的？我看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吧。给我滚出来，快出来！话音刚落，不远处的草丛忽然簌簌作响，似刮起了一阵风，所有杂草都
都随风摇摆着。众人大惊，那片草丛怎么无风自起了？他们明明没有感觉到四周有风啊！就在这时，只见草丛唰的一下骤然亮起一团红光，而在红光之中有一个左右晃动的身影，一身白衣，披散的头发，微垂着的脑袋。快来陪我玩啊！不要过来！你要跟我玩吗？女鬼停在萧元的面前，缓缓地咧开了嘴角，朝着他伸出了一只手。萧元早就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鬼那长长的红色指甲伸了过来。就在那指甲尖刚刚挨在他的脸上之际，他终于撑不住，眼前一黑，彻底吓晕了过去。来啊，一起玩啊！女鬼嘴角阴森森地说着话，双脚径直往地上迈开脚步，修长的身影似顿时就矮了一截。你是人？嗨，你们好。哎呦，我的个娘啊！他连忙用袖子擦了擦嘴巴上的番茄酱，又抠掉了左眼上的血窟窿装饰道具，这才扬起微笑，朝着两位长辈再次问好。两位宋叔叔好，我叫夏宁，是宋少卿的女朋友，我是来救你们的。啊？什么？不是，女朋友是何意啊？反正我现在是宋少卿定下婚约的未婚妻。未婚妻？少卿何时定亲了？兄弟俩一脸讶然，他们离家还不到半年吧，少卿都有媳妇儿了，真是让人诧异。还不等夏宁回答，就听到不远处响起一道惨叫声。夏宁立马转身看了过去，就见宋少卿手里的刀正滴着鲜血，而他的脚边躺着一个人。夏宁微微愣了愣，目光略显呆滞。宋少卿杀人了？他来了古代这么久，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杀人的场景。也是在这一刻，夏宁才真正且清晰地意识到，这里不是他生活的地方，而他穿越到这里并不是旅游玩玩而已，他的存在是会产生影响力的。不好，还有人醒着。哎，那个少卿媳妇儿，你赶紧找下钥匙，把锁链打开。好的，处理好了。放心吧，处理好了。宋慕瑶大大咧咧地回道。那就好，你们赶紧换身衣服吧，我们要准备下一步计划了。宋父兄弟俩刚点头回应，就见夏宁凭空变出了两身男装。你，小叔，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有些事情晚点我会给你们解释。现在你们先换衣服，我们离开这里后再慢慢说。听少卿的。好。于是宋父兄弟俩走向了不远处的草丛更换衣服，留下夏宁与宋少卿两人。你还好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没那么脆弱，我也能明白你的立场。只是你也知道，我出生在一个很和平又安定的国家，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我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谢谢你，宁宁。谢谢你的理解，也谢谢你没有因为害怕而推开自己。好啦，叔叔他们要回来了。夏宁轻轻拍了拍宋少卿的后背。如果他真拿现代那一套思维与标准要求宋少卿的话，那对他就太不公平了。那些人你准备怎么处理？宋少卿沉吟，肯定不会留在这里，等会儿用电车把他们拉到另一处地方掩埋了吧，就装作被女鬼吃掉的假象。好。少卿媳妇儿，你能变一些吃的出来吗？我们已经很久没填饱肚子了，现在饿得手脚直发软。有的。鸡肉粥、肉夹馍、肉末蒸蛋、红烧冬瓜、芹菜炒虾仁、蒜泥白肉。够了，别变了。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明天我再给你们准备些好吃的。
这些饭菜已经很好了。让你费心了。夏宁紧跟着又拿出了一张折叠桌跟2把椅子，就把所有的饭菜都转移到了桌子上。见此画面，宋父2人的表情忍不住抽搐了下，麻了麻。少卿这是从哪里找来的精怪呀？不仅能变出美味的食物，还能变出如此奇特的桌椅。少卿媳妇儿，这些饭菜真能吃吗？不会那啥？放心吧，小叔，这些饭菜都是真真实实的，不是我变出来的。这么说也不对。总之，这些饭菜不是我用法术变的，而是厨师做好了以后被我收藏了起来，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再拿出来而已。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吃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吃好了，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做的？把这些人带走掩埋掉就可以了。怎么带走啊？咱们只有4个。宋慕瑶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他们的眼前凭空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大物件。哎呀，这是什么？这是电3轮车，之后再跟你们慢慢说，咱们先走吧。好，先搬吧。就这里吧。夏宁坐在电动3轮车里胡思乱想着，另一边的树丛中，宋父2人看着宋少卿凭空变出来的几个铁铲子，惊了。这是怎么回事？少卿啊，你也会法术了？没有，只是我能使用宁宁的物资而已，相当于宁宁在某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储放了一批物资，而我因为跟她的关系就有了使用权，所以啊，我想要什么东西只需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就能从那个地方拿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这么神奇吗？对你身体没什么影响吧？放心吧，爹，不仅对我的身体没有影响，就连我以前的病因也找到了解决的法子了。当真？难道也是小夏治好的？算是吧。宋少卿笑应，是宁宁带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的病情虽然不是他直接解决的，但是跟他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好啊，太好了。这么说，我们还真该好好的感谢下小夏，他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宋慕瑶也很激动，心里更是对夏宁充满了感激。哪怕他真是妖魔鬼怪，那也是顶顶好的精怪，他绝对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意见。小叔说的没错，宁宁确实是我们一家的恩人，要不是有他在，我们一家人如今还不知道是何种境地。少卿，你快给说说，这前后都发生了何事？你祖母他们如今可都安好？咱们边挖边说吧。小夏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我有些听糊涂了，按你这么说，小夏到底是人还是……对呀，方才那女鬼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小夏确定不是精怪吗？不是，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们，宁宁跟我们一样都是肉体凡胎，只是她生活的地方与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很多习惯与想法都有些独特，但她确实有些不同寻常的能力，全因她有些奇遇罢了。我能跟她相识，或许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至少刚才的女鬼只是借用了一些道具，使用障眼法而已。啊，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们以后也不会再多问。那之前小夏是怎么飘起来的？还有那个红光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啊，地面上突然炸开又是为何？宋少卿也不想多废话，直接从瓷盆空间拿出了相应的道具来。这个叫平衡车，2只脚踩在上面就能直接滑着走了。因为宁宁特意穿了长裙遮住了脚下的道具，所以你们看着就像她是飘着走的。这个叫烟雾机，点开这里就会冒出源源不断的白色烟雾。还有这个是鞭炮，我只要点燃这个线头，它就会连续的发出炸响声。这都是我们在趁他们入睡后偷偷埋伏的。至于那个红光，就是一种带有颜色的灯管，其实白天看了完全没什么，只是漆黑的夜里，在白衣女鬼的衬托下就显得有些瘆人了。大概就是这样，
总之这些都是宁宁家乡那边的道具。真神奇啊，太神奇了。确实很令人惊奇。好了，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宋父二人十分自觉地把手里的铁铲归还给少卿，接着只见铁铲被他握住的那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当真神奇啊。好了吗？处理好了。宋慕瑶看着恍然一新的夏宁，笑觑着。的确是个凡人姑娘。闻言，夏宁顿时问号脸，啥意思啊？小夏，不用搭理他，趁着天黑，咱们还是先赶路吧。好。随即，他一挥手就把电三轮车收进了磁盆空间里，又再次把电动四轮车移了出来。我的娘嘞！这是……宋父稳了稳心神，他觉得自己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今晚受到的惊吓多。多亏他这些年上战杀敌练出来的定力，否则他怕是都受不住这接连的惊喜。这是电车，也是宁宁家乡的一种代步工具，相当于我们骑的宝马与马车的结合体吧。伯父想说，上车吧。见两人坐好后，夏宁关上了车门。我来开吧，你休息会儿。行，那等你累了再换我来。坐好了，咱们要出发了。这就跟飞行似的。宋慕瑶忍不住笑着说，尤其是看到侄子在前面驾车的画面，他就更心痒了。少卿，这电车其他人可以学吗？当然可以啊，青泽他们都会开电三轮车，等到了南蛮，想学什么车都可以。太好了，那我一定好好学学，这驾车感觉真不错。宋慕瑶很是激动，看着前边驾驶座的目光一片灼热，就连身边的宋父对学开车一事也饶有兴趣的样子。萧将军，萧将军，你醒醒啊！哎呀，别吃我，求求你别吃我！萧将军，是我们啊，那女鬼已经离开了。走了？对，已经不见了。闻言，萧元顿时松了一口气，他没事了，他还活着呢。我知道了，大家都如何了？听到这个问题，几位领队纷纷沉默，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怎么回事？萧将军，我们醒来后就已查看过了，少了6名士兵，而且什么？说呀！关在囚车里的2位2位犯人也不见了，只留下一片血污的衣服，跟零碎的几根骨头。什么？那2个老货不见了？等等，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只留下血污的衣服跟骨头？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萧元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萧将军，你要不亲自去瞧瞧？你看过之后应该就明白了。走。囚车的钥匙还在小兵的身上，铁锁链也完好无损。这里的情况与那6个士兵的情形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看这里的划痕，根本不是常人能做到的。这事儿你们怎么看？一群人默了默，显然也明白问题所在。可这样的事情说出去，会有人相信吗？在此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大家都一致觉得那些不见了的人，怕是已经被害了。我们还特意问过其他的士兵，想看看他们中有没有人对半夜的事情有印象的。但一圈问下来，大家基本都在女鬼飘过来的时候就吓晕过去了。倒是有一个士兵提到，说他在意识模糊之际，隐约听到什么嗡嗡嗡的奇怪声响。他说有可能就是那个嚼食东西的声音。那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交差？要不如实禀报。你觉得上面的人会相信吗？怎么就不相信了？我们都亲眼瞧见了。可问题是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理由换作他人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会相信。确实有些站不住脚，主要是咱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啊。没错，这才是关键。好了，如实说肯定行不通，
你们想想找个什么样的理由交代吧。我看，要不就说他们俩得急症去了。不行，到时候肯定会让仵作查验尸体。可如今人都被女鬼吃了，咱们连尸身都拿不出来。那要不就说马失惊了，冲下悬崖摔死了。这个倒是不错。可上面会不会责怪我们看管不力？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众人一脸微讶，没想到萧将军竟会赞同这个提议。如今不是到处土匪横行吗？咱们就说遭遇了土匪袭击，一时不备，拉着囚车的马受了惊，就冲下了悬崖，导致宋氏兄弟俩当场就丧了命。然后你们想办法找2个跟他们身形差不多的尸身，到时候把他们的脸弄模糊掉，就说摔到了悬崖底下毁了脸不就行了。正好我们还失去了6个士兵，人员都是有册子登记的，回京后我们也想法交代的，就说他们命丧土匪的刀下吧。这样一来也能消去他们的名单。还那个交代了。高明啊！伯父，你们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这事儿说来也怪我管理不善，又识人不清，竟让自己的队里出了奸细。想来应该是被萧家人收买了吧。当时他给我们传了一个假的情报，我们就带兵追了过去，想要一网打尽，结果反倒中了圈套。等我跟二弟想要挣脱他们的包围时，却突然发现全身使不出力气，紧跟着就晕了过去。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被关在了一处地下大牢里。那段时日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半月后我们就被押上了囚车，这才得知圣上竟然定了我们的罪。幸亏大哥反应快啊，立马让安邦带人先走，不然我爷仨就要关在一起受罪了。不过现在看来，也不知让他提前逃走是好还是坏呀。那你们的手下呢？他们就没想着来救你们吗？宋家军虽是我们宋家训练出来的，但编制还是隶属于朝廷，他们也不敢贸然违抗皇命。我猜萧家之所以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控制我们，就是为了镇压，甚至控制。原来如此。放心吧，那些人轻易调动不了宋家军。啊，那就好。看样子宋家还留有了后手。是二爷他们回来了，夏姑娘回来了。太好了，可算是回来了。怎么回事？这是干嘛呢？来了什么大人物吗？那会不会赶咱们走啊？咱们也没做什么憎恶的事吧？应该不会吧。宋奶奶、伯母，我们回来了。夏姐姐，你可算是回来了。刚抬起双手的宋慕瑶顿时感觉自己的心口扎了一刀，她的小棉袄漏风了。我看你是在惦记我的零食吧？哎，哪有嘛！哎，爹！咋地？不认识你老子了？真是我爹！宋慕瑶一把抱住了自家闺女，脸上终于露出了爽朗的笑容来。爹，你快放我下来！咋了？爹，我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能再玩举高高了，要注意形象哦。娘，儿子不孝，让您担忧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莲英，这段时日辛苦你了。我不辛苦，你平安归来，这一切都值得了。边上的徐婉清牵着儿子的手，默默地看着眼前相聚的画面，目光不禁有些黯然。嫂子，你别担心，大哥那边肯定会安然无事，有广白他们照应着，相信他们很快就会与我们会合了，没准儿现在已经在来南蛮的路上了呢。谢谢你，小宁，我没事，只是看到爹跟小师回来了，忽然想起了他而已。我也相信他很快就能与我们团圆了。那就好。宋大将军，
宋大将军，小宋将军，我已经听少卿说了，这些时日多谢各位对我家人的照拂。宋大将军言重了，该是我们感谢宋二爷与夏姑娘的照应才对。对啊，这一路多亏有宋二爷与夏姑娘在，否则咱们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地站在这里。好啦，咱们也别处在这儿了，过去坐着说吧。对，老太君说的对，两位将军一路上也辛苦了，还是先吃饭吧，等之后咱们再慢慢聊。胡领头无需多礼，如今我与胞弟已不是什么将军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往后你们直接称呼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便可。那行。说吧，想吃什么？我就知道夏姐姐最好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善良的姐姐啦。直接说想吃什么吧。炸鸡，我想吃炸鸡，我已经馋了好久了。我想吃香辣鸡翅跟鸡米花。给成哥一个新奥尔良烤翅，跟一份小薯吧。行。夏宁侧过身，在自己的布包里掏了掏。虽然大家都知道东西不可能是从布包里拿出来的，但那该有的表面功夫不会少的，适当的装模作样还是很有必要的。给，装进你的布包里，带着成哥去帐篷里吃。我知道的，放心吧，夏姐姐，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怎么还有一群人？他们这是跟着押送队伍的？我也是刚发现，我叫麦冬过来问问吧。于是他招手叫来了正在烧火的麦冬，询问起了他们离开后的事情。麦冬早就知道自家主子归来后肯定会问起的，他早就有了准备，慢条斯理地做起了汇报。大概就这样了，除了这群村民以后，一路上倒也没发生其他事情。那他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吗？我看是，他们之前并没有目的，只想着逃到南蛮，避开那些土匪就行。如今遇上咱们的队伍，估计也是想搭个伴儿吧，这样落在一处地方也能有个照应。行吧，反正南蛮地广人少，多一些也热闹些。忽然，不远处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吵闹声，好像有人在打架。别看了，他们村里的族老会管的。放心，我不过去。二夫人，徐嫂子那边已经做好午膳了，咱们还是先去吃饭吧。你又叹什么气呢？那夏姐姐，你看到人群里那个穿着灰布衣裳、裤腿还短了一截的小姑娘吗？看到了。怎么了？午间休息那会儿，那些村民不是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吗？就是这小姑娘的爹在打她娘呢。你怎么知道的？对呀，你什么时候跟他们那么熟悉了？我当然是自个儿瞧见的呀。我吃完炸鸡就去草丛里消解，回来的时候正好就瞧见了。于是我就溜进他们的人群里，凑巧几个婶婶在说她家的事，我就听了一耳朵。那个小姑娘叫张六丫，她上面有5个姐姐，听说前面的4个要么就是卖了，要么就是换了彩礼钱，现在就剩她跟她的5姐姐了。她爹想要生儿子，但是她娘好像生不了，所以她爹就经常打她娘。你们说六丫她爹是不是太讨厌了？自古以来，男人都希望能有传宗接代的男嗣。六丫她爹想要儿子的想法也没错，但他作为丈夫，怎么都不该打自己的妻子，毕竟妻子才是陪伴他到老的人。就是，六丫她爹真的是太过分了，他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打自己的妻子呢？而且当时六丫还在呢，他都吓哭了。好啦，你气什么？这样的事情多着呢，你气得过来吗？哼，我就是生气嘛。六丫太可怜了，听那几个婶婶说，
六丫在家也是经常挨打受骂的，她家里人都可劲儿的使唤他们母女仨呢。好啦，别人的家事外人是帮不上忙的，除非他们自己有决心，不然别人就是想搭把手也没用的。夏姐姐说的言之有理，英姐儿，你也别恼了，咱们也管不了别人的家事，你明白吗？如果你真心疼六丫，你可以找机会私下给她一些吃的，至少可以让她填饱肚子。我明白了。酉时1刻，下午5点15分，押送队伍赶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流放地苍山县。户籍办好了，你们拿着这个去平沙镇的白云村找村长就行了。劳烦了。宋老爷，我们就先行一步了，明日城郊见。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这苍山县瞧着有些小呀。紧跟着，胡大志直接就地宣布了队伍的解散，让众人自行活动安排，只要明早到白云村报到就行了。接下来的行程活动，他们押差就概不负责了。好，谢谢胡领头。我们都知晓了，放心吧。县城的东西肯定比镇上的齐全，趁着现在还有些时间，咱们得赶紧去采买才行啊。那我们就先去逛逛了。翌日卯时4刻，清晨6点，苍山县城外。一路注意安全。希望很快就能相见。好的，你们也要多多保重啊。这就是白云村。哎呦，还真有够荒凉的。这里确定有人住吗？瞧着完全不像是有人生活的样子。就是啊，我都感受不到一点人烟气息。走吧，进去看看，也别杵在这里了。我的娘啊！爹，快出来啊！来了好多人啊！你们是？请问村长家在何处？我们是来入户白云村的。什么？你们要住在白云村？你们确定要在白云村落户啊？你们来之前没打听过消息吗？十分确定，我们已在县衙办理了户籍，如今也是这白云村的一员了。兄弟，听你的语气，似乎我们不应该选择白云村，难不成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看你们这样就知道，肯定在落户之前没找人打听过吧。平沙镇是整个苍山县最荒凉的小镇，每年的收成加起来都不到其他县城的40%，而其中就属咱们白云村最为贫瘠，是平沙镇下边3个村子里最荒凉的。你们一路走来也看到了吧，咱们村里连一块像样的庄稼地都没有。倒不是咱们懒惰不愿意种，而是这里的沙土地根本就种不出粮食来。若非无奈，谁会愿意来白云村安家落户啊？就是去隔壁的2个村子也好过白云村啊。啊，不会吧？一点粮食都种不出来？难怪这个村子如此荒芜啊！感情是这样。可咱们的户籍都办了呀，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好了，都安静点儿，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没瞧见贵人们都不担心吗？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慌什么，真是一点都沉不住气啊。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乡亲们也是太着急了，既然选择了白云村，那我们自然不会有异议。往后大家就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了，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商量，一起解决嘛。李村长说的对，既然你们都落了户了，那我多说也无益了。你们不是一个地方来的吧？对，我们是从京城而来，不知这位兄弟如何称呼？鄙人姓宋，是家中的长子，你可以喊我宋大，或是喊我重量都行。这是我家舍弟，你唤他重光就行。世人皆知东楚的守护神宋大将军的大名宋世尧，却只有亲近之人才知晓他的表字为重亮。如今他与二弟的名字肯定不能对外介绍了，只能说自己的表字了。我叫吴兴，暂时为白云村的村长，这是我儿子吴平安，欢迎你们来到白云村。暂时？你们村？崇光兄弟如果感兴趣的话，这村长一职可以让你来。
啊？宋慕瑶懵了一下，这么随意的吗？他不过是好奇地问了一句，怎么就开始给他甩担子了？白云村呢，就只有7户人家，都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散户人家，住得最久的一户也才6、7年，直到超过了5户人家，衙门就让咱们登记造了一个村的花名册。因为其他几户人家有不识字的，有的年纪大了不爱管事儿，所以就只好由我这个壮年硬着头皮先担着这个名了。要不是实在没人，我也不想担这些事儿啊。现在你们来了，我也能解脱了。兄弟啊，你别看着我呀，我不是那块料。我看李村长管理起村务来井井有条，应该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吴兄弟实在志不在此的话，那不如让李村长费费心吧。再者，我们这些人里，李家村的人占多数，他对大家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上手管理起来也比较熟练一些。吴兄弟，你看行吗？行啊，太行了。就是不知李村长愿不愿意接手啊？既然大家信得过我，那李某定不负所托。好。你爹真有一手啊！一来白云村就掌握了主导位置，这么一来两边人都收服了，真是不动声色间就掌控了大局。我现在算是明白你的脑子为什么这么好使了，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遗传基因还真是强大。哎，我想问问，你哥的头脑也这么聪明吗？我最敬佩的人就是我爹了，至于我大哥，也就比我差了那么一点点吧。听到后面一句话，夏宁不由撇了撇嘴，确定不是王婆卖瓜。李村长、宋大哥，老实说啊，我们村子完全没有闲置的空屋子，我们几家人也是有多少人就搭建几个屋子，所以只有委屈你们自己动手搭建房子了。没事儿，这事儿我们来之前就有准备，现在时间还早，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搭个简陋的木棚子，等大家休整一天后，再来好好建自家的房子。对，我们人多，搭草棚子也不费什么事儿的。行，那你们瞧瞧选什么地方吧，我先帮你们登个记。最后多说一句，想买车瓜子更靠谱，坐在家里就能挑。哎，你有没有发现这村子里好像没看到水源呢？好像确实没有看到水源啊。你休息下，我去问问。之前的村长吴兴这会儿正在给准备上山砍柴的男人们交代着注意事项。吴村长，村里没有水源吗？哎呦，瞧我这脑子，差点忘了跟你们说了，咱们白云村之所以没人愿意来落户，除了土地不好以外，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水流。啊？那咱们平时喝什么呀？怎么做饭洗漱呢？众人一听又是一惊，这白云村还真是困难重重啊，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哎，你们别着急啊，虽然村里没有水源，但村里的后山上有一条小山溪，就在半山腰的位置。我们平时啊，都是挑着木桶去山上担水回来，储放在水缸里，来回也就2盏茶的点吧。这也太费事了。难道这村里就没打一口水井吗？哎，没钱。要不咱们一起凑钱打口水井吧，这每天上山挑水也不是事儿。李村长说的在理，我也赞成打口井。这水是咱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倘若每日都要往返山上挑水，就太耽误做事了。你们怎么说？那肯定要打井啊，这天天上山挑水也很累的。咱们这么多人，一家凑一点也划算。那就打吧。吴村长，我们这边的人都没问题，你看你们村原有的几户人家同意吗？咱们这么多人平摊的话，他们应该没有问题，我等会儿去问问他们。吴兄弟，你对周围比较熟悉，那找人打井的事就麻烦你张罗下了。不管村里几户人愿不愿意，我们这边肯定是要打井的。没问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打水井对咱们白云村也是好事啊。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那什么时候打井？应该明日就会去找人了。那就好。
这没充足的水源，大家洗漱多不方便啊。走吧。去哪儿？去看看村里的土地啊。确实是沙土地。其实这质地并不坏，虽然种不出你们本土的粮食来，但却可以种出其他的粮食。红薯跟土豆也能行啊？那对产量品相这些有影响吗？放心吧，问题不大。这沙质土的优点就是土壤里的颗粒含量高，排水性和透气性好，浇水后不易积水。而缺点就是土壤中的养分少，水分流失快，且保水保肥的性能差。不过种植的时候混合点营养土应该就不成问题了。如此甚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种？以这边的地理气候，其实现在这个月份就可以种土豆了。红薯只能等到开春4月的时候才适合种植。没事，能种土豆就已经很好了，没准能赶在新元前收上一批成果。不过谁说只能种土豆了？虽然红薯不能种，但还有其他的农作物可以种啊。你们这里没有适合冬季种植的作物种子，不代表我们现代也没有呀。那还可以种什么？如果想种粮食的话，可以试试冬小麦。至于蔬菜嘛，那能种的就多啦，像是油菜、韭菜、油麦菜、萝卜、生菜啥的都可以的。这些蔬菜生长周期都很短，最快1个多月就能吃了。小麦可以冬种？你们这儿没有冬小麦吗？没有，我们这里只在春季时才会种植小麦，冬季种植根本就无法立苗。应该是种子的问题。没事儿，我这里买了冬麦的种子，我们可以让人试着种种看。可以，等大家安稳下来了，我就着手安排。那就麻烦你把我们需要的种子先单独整理出来。OK， 没问题。夏宁比着手势答应了。这一刻他忽然发觉自己现在经历的这些怎么像小说中女主的剧情啊？小说中的女主不就是拿出了各种农作物神器，带着身边的家人发家致富，改革创新，甚至掀起了一个新朝代吗？所以她现在也是手握大女主剧本，走着女主的牛逼路线了。她写了那么多的小说女主，没想到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天。这就是理想照进现实吗？午饭过后，女人继续留在原地整理，男人们纷纷拿着农具跟绳子上山了。你也要去？反正无事，我也跟着看看，能帮上点忙也行啊。那我也去。你不嫌累吗？一帮爷们砍柴有什么可看的？你要不去帐篷休息会儿？我只是想去山上看看，你都不嫌累，我当然也不嫌累啦。快走吧。宋少卿微微挑眉，宁宁这话怎么听着有些不对劲儿呢？他这是被自家女友鄙视了吗？好了，咱们就在这里伐木吧，记住了，千万别走远了，尽量在大家的视线范围内，如有什么事情大喊一声就是。宁宁，过来一下。怎么啦？你能回去给我重新拿把斧头吗？这个太钝了。喏，给你。这个斧头好锋利啊。宋少卿脱下身上的短褂，露出了身上的单衣。能帮我拿一下吗？穿的太多不宜干活。这是什么公子哥毛病？也太讲究了吧，一件衣服也得让人一直拿着吗？算了吧，还是不跟他计较了。这长得好看的人就可以有特权。哇，这皮肤真白啊。好了，我要砍树了，你退后几步，免得伤到你。宋少卿拿起斧头暗暗鼓劲儿，下一秒就砍在了树桩上，顿时就显出了一个大口子，可见这一刀的威力有多大了。接着他又高高举起斧头，再次挥向了树桩上。这一刀下去，粗壮的树干直接被砍了一半。对此成果，宋少卿很是满意。他不动声色地偷瞄着身边人，见宁宁的目光落在自己手臂上，他顿时绷直了身体，手上暗自发力，继续挥砍自己的树木。看吧，他也是有力量的，可不是那种软不唧唧的男人，保护心爱的姑娘还是没有问题的。此刻的夏宁的确挺诧异的，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她家男友还挺有料的呀。宋少卿拿起斧头伐木的时候，小手臂竟然挺结实的，
比他想象中的要有力量，并不是他以为的瘦弱无力。手臂都这么有力了，那他的身材应该也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瘦弱吧？难道这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吗？很可以呀，男有力有了。怎么啦？怎么突然咳起来了？是不是脱了短褂，有些受凉了？没事没事，只是不小心被呛了一下，我身体好着呢，没你想的那么虚弱。这下好了，他这病弱的形象怕是洗不脱了。真的没事吗？要不坐下来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吧。这炸鸡和薯条，我还是待会儿再吃吧。大家都在干活，总不能让他们看着我吃吧。我真没事儿，就没注意呛了一下。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的身体调养得很好，这点活还是没问题的。你去周边逛逛吧，这里都是木屑灰。好吧。夏宁见他的神色确实没有一丝勉强，这才放了心。出什么事了？李家村的人又咋啦？我去消消食，顺道过去瞧瞧啊。哥，你等等我，我也去。这兄妹俩早点回来呀。搭好的草屋里摆放了一张软垫，方便晚上宋老太太他们休息。夏姐姐不好了，救命啊！拎着水瓶的手顿时抖了抖。误 Q 啊，我很好 OK。夏姐姐在这儿呢，怎么了？浩子出人命了！你快松手。出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忙慌的？夏姐姐，六丫的姐姐病了，她现在很痛，你能去瞧瞧吗？蹙着眉心，心里也很无奈。按理说有人病了就该去找大夫才对啊，可白云村地处偏僻，哪来的大夫啊？对，六丫的姐姐好像很痛苦，一直捂着肚子，还满头大汗呢。先去看看吧。心默默地跟在两人的身侧，他知道夏宁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她的这份善良无疑是美丽的。虽然他觉得这个世间险恶，人心更是难测，但既然是夏宁想做的事，那他也会默默的支持，并不会以自己的想法或标准去要求他改变什么。小姐，二嫂她很厉害的，让我二嫂给你姐姐看看吧。二嫂好，麻烦你了。果然宋小姐没有骗我，她说她可以找到人救姐姐，没想到她真的带人来了。宋小姐真是太好了。贵人，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吧，我给你们磕头了，我求求你们行行好。哎，你先起来吧，我会尽力帮忙的，但先说好啊，我不是大夫，只是懂得一些药理而已，不一定能救你女儿，希望你能理解。我明白的，麻烦贵人帮我看看女儿。夏宁蹲下身，仔细观察着五丫的状态。他伸手触摸了下对方的额头，体温并没有明显的异常反应。五丫，你是肚子痛吗？你能说说具体是哪个地方不舒服吗？是左侧疼还是右侧疼？或者是肚腹这个位置？就是肚子很疼。见状，夏宁大致明白了，只要不是固定的左右两侧疼痛，那就排除了实质性脏器引起的可能。如果只是整个肚子范围不舒服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空腔脏器引起的。你能说说五丫近2日都吃了些什么吗？就吃了一些糠馍馍，夹杂着一些野菜，但是平时我们就吃的这些呀，也没见五丫有事儿啊。要我说呀，五丫头这身体也忒娇贵了吧，就是一粗贱的命，能有的吃就不错了，难不成还想吃大鱼大肉吗？大家都这么吃，就他闭嘴！你说话太吵了，严重干扰到我办事，你的声音实在是太刺耳了，能小声一点吗？围观众人顿时轰然大笑，完全不留一丝情面。实在是这张家太让人生厌了，完全不听人劝。
他们村里就属这张家最极品，3天2头的吵吵闹闹的，简直就是他们李家村里的一颗老鼠屎。张家大媳妇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气得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还吃过其他的吗？没有了，我们平日里就吃这些呀。我给姐姐吃了好几颗山楂糖。夏姐姐，这个山楂糖是我给六丫的，我跟六丫也吃了不少，现在也没事呢。不关宋小姐的事，是我贪嘴找宋小姐讨的。我见吴姐太辛苦了，晚上又没吃饱，我想让她舔舔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事儿不怪你们俩。五丫这是肠胃上的问题，陈糠是一种很劣等的粗粮，吃下去是很难消化的，而山楂糖又是酸性的果子，肠胃不适的人并不适合吃过多的酸性食物，所以五丫吃了山楂糖就刺激到了肠胃，肠胃不舒服就会引起肚子疼痛。贵人，那我家五丫现在怎么办啊？她现在肚子很痛，能有什么救治的办法吗？我可以给。他原本想说他可以给钱买药的，但却忽然反应过来自己身无分文啊。五丫这孩子也太遭罪了。夏姑娘，你说这病咋治啊？需不需要啥特殊的药？可能需要一些木香枳实和黑山药。说不定我们也能遇到个好买家，换些银钱给五丫买药。李婶子，谢谢你，可我怎么还得起呀？没事，你别急，我这里有药。你把五丫背起来，跟我来。见他能够背起五丫，夏宁就安心了。正准备迈脚离开之际，他忽然转身看向了一众张家人。不好意思，我能暂时带走他们母女3人吗？你们不愿意救，但我可以。放心，我不会找你们索要银子的。等五丫恢复好，我就会让他们回来。可老三媳妇儿走了，这一大家子的活谁做啊？不是吧？合着六丫她娘在你们张家这么重要的？你们张家上下20多个人，平日里就全靠六丫她娘一个人吗？她就离开这么一会儿，你们就不能生活自理，活不下去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的不对了。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们家有这么多的残废需要六丫她娘照顾，真是不好意思呢。哎呀，贵人说笑了，你别跟我家大儿媳妇见识，她就是个没见识的妇女。贵人愿意救五丫，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你看得起他们母女仨，那也是他们的福气。那就好，看来你们张家还是有讲理的人嘛。药已经吃下去了，但我也不能100%保证这药吃了就会没事。主要我不是大夫，看不到详细的病症点，只能先试试看了。如果等上半个时辰感觉有好转，那就说明五丫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但如果吃了药还是疼痛难忍，那就说明五丫是伤到根本了。我明白的，不管最后如何，一切都是五丫的命。伯母，让徐婶子帮忙熬点山药粥吧。哎，好，我这就去，早上还热着呢，很快就好。喏，六丫，饭还没熟，先吃点小食压压肚子吧。不用了，谢谢夏姐姐，我不饿。行了，快吃吧，肚子都咕咕叫了，还不饿？那谢谢夏姐姐了。咦，这是什么吃食啊？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叫汉堡，这些叫薯条，是我家乡的特色，这边没有的。那我就不客气啦，谢谢夏姐姐。谢谢夏小姐。不客气，咱们现在都住在一个村子里，所谓来日方长嘛，以后说不准我也有找你帮忙的时候呢。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大家都叫我张三媳妇儿。我是问你自己叫什么名字。闻言，张三媳妇微差的抬起头来，显然没想到有人会这么问。我姓吴，叫菊花。那我就叫你菊花婶子吧。啊，好。吴菊花一脸愣愣的应道，
听惯了大家叫他张三媳妇儿、老三媳妇儿，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叫他的名字，这种感觉真的是陌生又新奇啊！快吃吧，这里有热水。我看五丫面色好了不少，估计是吃了药起效了。感觉好点了吗，五丫？好多了，我肚子已经没之前那么痛了，谢谢夏小姐。那就好，说明你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应该是突然吃了过酸的东西，引起了你腹部的疼痛。你现在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再吃几颗药巩固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好。见此，吴菊花母女俩顿时安心了。母女仨睡在一张软垫上，她们这还是第一次睡在这么软和的床上，还能盖着散发着香味的被子，她们心里渐渐安宁下来，随之步入了甜美的睡梦中。好点了吗？肚子还痛不痛？我已经好了，肚子不痛了，谢谢夏小姐救了我。你现在的肚子虽然不痛了，但不代表你的身体就没事了，这药还是得继续吃下去。我给你配了一些养胃丸，你1日3餐定时吃着，后续再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再看怎么调整。这2天你就住我这儿吧，你的脾胃太虚弱了，需要好好的饮食调养一下。你回张家也得不到好的照顾，没准他们还会使唤你，所以你就安心住下来吧。昨晚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想他们也不会说什么。是啊。你放心吧，晚上你娘会过来陪着你们姐妹俩。经过昨晚，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对你娘做得太过分。这也是他昨晚敢那么嚣张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李氏一族需要宋家顶头，只要李村长他们想要扒住宋家，那他就会约束村里人。那就麻烦你们了。你好好的养好身体，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了。大小姐已经打听好了。做得不错，说说吧。村里这7户人差不多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住进了白云村的。午饭过后，众人继续搭建着房子，但三方的重要人员却在宋家召开了白云村合集后的第一次会议。今日把大家召集起来，也是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白云村。既然大家能住进白云村，那就是一种缘分。白云村这个地方挺好的，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也不能由着别人说，咱们却什么事情都不做吧。不管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商量着解决。仲亮兄可是有什么好主意了？对，白云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种粮啊。没错，之所以现在就把大家急忙召集起来，就是为了种粮的事情。哎呀，种粮啊，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吧。坐在边上的夏宁与宋少卿安静地听着，没办法，在座之人就属他们俩的年龄最小，只能让他们主导了。宋父从桌下拿起了几个小号的粗布袋子，放在了桌子上。这是粮种。什么粮种？我瞧瞧。吴兴忍不住快手一步，直接打开了几个布袋子，里面的粮种就这么展露在众人的面。这不是土豆吗？你们认识？之前有幸在路上吃过，很美味的一种食物。这是小麦吗？瞧着有些不一样呀。那旁边的又是什么种子？仲亮，你还是给大伙说说吧。这些种子可不是我的，是小宁从他的家乡带来的，具体的就让他来给大家介绍下吧。昨天下午，我跟少卿已经检测过我们白云村的土地情况了。其实情况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糕。白云村的土地属于沙质土，这一类的土地能种的农作物还是很多的。虽说咱们东楚本地的粮食种不出来，但不代表其他的粮食也不行。刚好我这次带来了不少的农作物，其中就有很适合种在沙地里的作物，眼前桌上的这几样就都可以种。这土豆能拿来种地？可以的，你们别看这土豆长得不咋样，但它却是一个可以当食材也能当主食的好东西，而且它不挑土壤环境，沙地反而能长得更好。再者，它的生长周期很短，
从种下到收获也就2-3个月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它产量高，1亩地大约能产出2-3千斤左右。什么？你说多少？夏姑娘，你没说错吧？你确定是1亩地吗？只需要2-3个月就可成熟了。这也太……你们没听错，这土豆的产量只多不少。在我家乡那边，村里人基本都会种土豆，所以我们完全不会没有粮食吃。那夏姑娘，这土豆何时可种下呀？只要你们想，现在就可以。现在就能种了？那岂不是过新元之前就能收获了？没错，这土豆很好养活，每年3-4月份与90月份都可以种。我们明天就开始安排村里人开荒，争取这几日就把土豆种了，再耽搁就晚了。没错，必须尽快安排上，早点种上，也能早日收割。如今都10月中旬了，耽误不得了。你们先别激动嘛，我还没介绍完呢。如此高产量的神物，让他们如何不激动呀？不过听到后面的话，众人顿时精神一振。对了，桌上可是有好几样种子呢。这土豆都如此厉害了，那其他的种子肯定不会差了。意识到这一点，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桌子上的布袋子，那眼里的光芒仿若看到了发光的金子一样。这个叫冬小麦。啊？什么东西啊？冬小麦？这小麦还有冬季的吗？不可能，我从未听说过小麦还可以冬天种植的。好了，你们先别说了，听夏姑娘说。这个的确是冬小麦，与春小麦的种子略微有些不同，这也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可以适应冬天的气候生长，同样也是90月份种植，来年差不多4-5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而且它的产量比春麦还要高一些。真没想到竟还有冬小麦。夏姑娘，你的家乡太厉害了，连冬麦的种子也培育出来了。如果咱们能1年种2茬麦子的话，那岂不是再也不用面临青黄不接的时候了？春播种，秋季就收获，紧跟着秋冬又播种，来年春后又能收割，这样哪里还会断粮啊？怕是家里都不会再缺粮食吃了呀。宋少卿，你怎么过来了？给你们送水喝呀。你就站在那儿，别过来了。宋少卿连忙抬手制止，随即朝着他走去。喏，喝点蜂蜜水，你们都忙活了2个多小时，歇一歇吧。谢谢。宋少卿正准备接过杯子，蓦然发现手上沾了不少的泥土。察觉到他的目光，夏宁瞬间明了，直接动手拧开了瓶盖，还十分贴心地把杯子递到了他的嘴边。喝吧。见状，宋少卿目光微凝，他家宁宁这是要为自己喝水。想到此，他不禁红着耳廓往左右两边瞄了一眼，还好大家都在埋头干活，没注意到他们这边。快喝呀！宋少卿嘴角微扬，低头就着他手中的杯子喝了几口，很好喝。这蜂蜜水带着一抹淡淡的甜意，让他心里也一片甜滋滋的。那再多喝几口，这蜂蜜水可以补充体力。伯父他们那边莹姐带着成哥送水去了。宋少卿神色愉悦地享受着女友的贴心服务，心里很是受用。可惜这里是东楚，不能做出太过亲密的举动。见他喝得差不多了，夏宁这才收起了杯子，又从布包里掏出了一块巧克力。拆开了外包装后，他直接就把巧克力递到了宋少卿的嘴边。慢慢抿着。宋少卿含着香浓软滑的巧克力，眼里噙满笑意，只觉得这心里更甜了。这一刻，似乎满身的疲惫都消失了一般。你没带手帕吗？看你额头上都冒汗了。你别动啊，我给你擦擦。宋少卿眉目温和，微微弯着腰，任由他对自己动手动脚。蓦然鼻翼间嗅到了一缕女儿家的清甜味，这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
是独属于夏宁的气息，忽然间想吻她。瞧着笑靥如花的夏宁，宋少卿心间一阵酥软，他迅速抓着夏宁的手，一个旋转就把她拽进了边上的八毛丛里。啊，你！夏宁伏在他的怀中，微微喘着气，一双眼眸似噙满了水波，面颊更是粉若桃花。看着怀中的姑娘这般娇羞甜美，宋少卿目光微沉，忍不住紧了紧相拥的双手，真想一直搂着她，就此天荒地老。有人来了！宋少卿不慌不忙地伸出右手，在夏宁的唇边擦了下，抹去了沾到的巧克力沫。听着耳边越来越近的动静，他这才松开了怀里的人。即便他不在意，但也要维护宁宁的归誉。他方才的举动实属有些唐突了，在这东楚绝对是人人喊打的东途浪子。那我先回去了，不耽误你干活了，累了就歇一歇，别逞强。好，回去的路上小心点。夏宁挥了挥手，就转身去往了八毛地的另一个方向，准备带莹姐姑侄俩回去。哪知道刚转过八毛丛，却意外瞧见不远处对立的一男一女。哟呵！另一边，正被夏宁八卦的两位主角，正是来送水的曹莹莹，以及被人拦住的文家长孙文清颂。曹姑娘，真的不用了，你收回去吧。文大公子，这是小女的一番心意，你就别推辞了。方才要不是你及时拉了我一把，我真就要栽进土坑里了。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答谢你，就只有这个我今早省下来的水煮蛋了。我知道你们家肯定不愁这些，只是我在家中人微言轻，自从我爹疾病去了后，家里就更没我。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只会徒惹。面对此番场景，文清颂憋得满脸通红，对他所说的话压根就没有听进去。他现在只觉得很烦躁。他倘若知道方才走在自己前面，而且差点摔倒的人是曹莹莹的话，那他绝不会伸手。文大公子，文清颂。曹小姐，如果你没事的话，我就先告辞了。我还有农活要做呢。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嫌弃我，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也觉得我跟其他的曹家人一样？你也认为我不配跟你成为朋友吗？原本我以为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忽然的一个笑声顿时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对峙氛围，更是让卖力表演的曹莹莹犹如那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一样，直接哑了声。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我就是一个路过的。夏姑娘，你来的正好，我有点事儿正想找你。啊，是吗？我正好要去翻土小队那边，那就一起走吧。好，那咱们边走边说。文清颂暗暗松了一口气，不由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今日真是多亏了夏姑娘的配合，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夏小姐真是善解人意啊。曹小姐，你的事儿说完了吧？如果说完了，那我们就先走一步啦。可恶，又是这个女人，她怎么就阴魂不散呢？我看中的两个男人偏偏都跟她扯上了关系。我们已经说完了，你们忙吧。那就好，那我们先走啦。夏宁拼命压着嘴角不让自己笑了场，想着刚才那一幕，曹莹莹的媚眼真是抛给瞎子看，想想就觉得好笑啊。可惜了。午间休息的时候，宁宁，我想去县代一趟。啊？我想去采买一些材料回来。你想做什么？我想从山上引建一条管道下来，然后在山脚边挖一个蓄水池，这样村里人在农田灌溉上就能省很多麻烦了。这个可以哦，还是你脑子反应快。那我们什么时候走？等会儿我去跟爹说一声吧。21世纪，荣城七里香都小区。赶紧换了衣服出门，时间不多了。很快，两人就换上了现代的服饰，牵着手出门了。
走出电梯，夏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这会儿看到来电人，她微微皱了皱眉，还是按下了接听键。死丫头，你终于肯接电话了，你人在哪儿呢？为什么电话一直打不通啊？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我打了你那么多电话，你真是要吓死我吗？喂，是夏宁吗？说话呀！是我，怎么了？紧接着，对方又是一阵疯狂输出，这下他总算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上次他跟宋少卿在逛夜市小吃街的时候，被路人拍了照片上传了微博，就那么巧被同城的蒋美琪刷到了。再加上这些天一直联系不上我，他就有点生气，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让我把你带过去给他看看。说起这事儿，夏宁就有些来气，从蒋美琪嘴里说出来的话能有多少可信度啊？那就是个嘴碎的人。偏偏那位张女士宁愿听信那个妓女的话，也不相信自己亲女儿的为人品性，不正经。可能跟你的长头发有关吧。我之前不是给你说过吗？我们这边有不少年轻人喜欢玩角色扮演，要么就是一些喜欢穿古装的汉服爱好者。可能在老一辈的认知里，这类群体都有些不务正业，整天东搞西搞的，没有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单位。而这类搞艺术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或许就显得有些不正经吧。原来如此啊。宋少卿总算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在现代，男人蓄着长头发，在长辈们的眼里就属于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嘛。你不用在意，老一辈的人想法都比较老旧。你自己想想，这几次我们上街，大家看你的眼神除了有些好奇之外，可有什么奇怪的眼神吗？如今的社会风气真的是开明了很多，对很多事情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大，而且也有把国风爱好做成事业的人，只能说智者见智啦，你不用放在心上。既然你母亲提出来要见我，那我们还是去见见吧。这个没必要吧，我并不是很想见那家人。你母亲那么生气，想来也是担心你啊，害怕你找的对象不靠谱。既然如此，那就让她见见吧，不然她会一直不放心的，之后肯定还会继续联系你。再者，我自认为自己也不是太差劲的人，不管怎么样，就她是你亲生母亲这层身份，我也理应去拜见一下她。我不想让别人认为你找的对象不好，是个不懂规矩的人。你真想去？听到男友这番话，夏宁动摇了。早晚都有这一天。既然伯母知晓了我们的事，那就应该尽早拜见才对。这样吧，你给伯母说一声，我们明天上门。今晚我们回去后，我也好跟家人说一声，让五娘他们准备上门礼。那好吧，但上门礼这些就不用特意麻烦伯母他们准备了，我们在这边买点礼品就行。不行的，两家结亲是头等大事，该有的礼节不能少。倘若让我祖母他们知晓了，他们肯定不乐意，咱们也得让他们有个参与感啊。好吧。那咱们先去采购材料，回去后再商量明天上门的事。行。随即，夏宁在微信上给张女士发了一条信息，说明一下，就打车前往建材批发市场了。你怎么懂那么多呀？都是在书上看到的。我平时挺喜欢看这方面的内容，之前的府家中就有不少土木水利方面的杂书。可以呀，没想到你还有基建的潜力呢。不错不错，既然你喜欢基建类的书籍，那我再给你下单买一些相关的书，你可以慢慢看，以后学以致用。基建就是一个简称，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气、建筑、交通运输、土木跟水利这几个方面。你看看车窗外，你所看到的这个21世纪，就是靠着一步步基建达成的。宋少卿的眼底乍然迸发出一抹亮光，脑子里跟着闪过一个个念头。原本他还有些模糊的想法，
在这一刻听到夏宁的话，忽然就变得无比清晰起来。他突然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他在此刻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其他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多买一些，我想给我爹他们也背一些。这一刻，宋少卿从未有过的感觉到自身所学的太少了。对比21世纪的知识文化，他觉得他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OK， 没问题。闻言，夏宁利索地拿出手机，在书店疯狂下单，管理类、经济类、营销策划类、农业类，但凡有实用的书籍，他都买。下单之后，夏宁收到了银行的扣款提醒。等看到短信上的余额，他瞪大了眼，看着仅有的3万多的余额，心里一阵凉凉。他的60万呢，怎么一下子就只有3万块了？钱哪儿去了？那么一大笔钱，感觉他才拿到手没多久，怎么就没了呢？怎么了？你自己看吧。宋少卿疑惑地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仔细阅读短信上的文字后，他还是有些不解。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好吗？我之前可是有60万，60万呢！你数数现在还有多少？没事，钱没了，咱们再想办法弄就是了。夏宁欲足不已，他们俩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他是在担心没钱的问题吗？他明明是在追悼，也离自己远去了60万好吗？真是跟他说了也白说啊。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就是你把资盆里的那些都花光了也没事。我名下还有一些私产，我已经写信让他们送一些金银过来了，算算时间，差不多也就在这几日了。到时候他们送来多少都给你，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完全由你自己支配。所以你不用不舍得花，也不用担心没钱花。你还有私产？他还以为当初抄家的时候，宋少卿送过去的那几10个箱子就是宋家全部的家当，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去挪用他们家最后的家底。毕竟这么大一家子，往后都还需要生活。万万没想到，宋少卿竟然还有私产。听他这语气，家底貌似还很丰厚的样子。侯门世家谁没有一点私产啊？这都是为自己或者家族留有的后路，一般不会挂在明面上。东楚的6个州府都有我置办的一些产业，所以你大可放心，你就是花的再多，也败不光我的私库。夏宁震惊脸，她到底交了一个多么有钱的男朋友啊？有颜又有钱，还才华横溢。忽然觉得对方有些亏了，怎么回事啊？你的那些先留着，暂时别动，先把你之前送来的那些小玩意儿换了吧。我想给你买一套大点的房子，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吗？啊？你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感觉转个身都没什么活动空间了。居住在那么狭窄的屋子里，你不嫌太憋闷了吗？夏宁嘴角微抽，没有，真不觉得呀。那些箱子给你了就是你的，你归还回去，我娘他们也不会收的。所以啊，你别再为我们省着了。明日啊，你就挑几样拿去换钱，然后换一套你喜欢的大房子，以后住着也能舒适一些。没必要吧，我觉得现在这套公寓也挺好的。很有必要，如果是你一个人居住的话倒也合适，可以后是咱们一起居住，稍微添置点大的物件就没有多余空间了。往后咱们肯定还有更多的时间停留在这边。以我们的情况，其实并不适合住在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太没有隐私了。即便咱们再小心，可人来人往的，总有被人注意的时候。听到这里，夏宁不禁陷入思考中。还有啊，你们这边的婚嫁习俗不是要男方买房吗？那我自然也不能省掉这个步骤啊。你连这个都知道？我从电视剧里看到的。要是让你身边的亲友知道我连车房都买不起，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吃软饭的？如果你真是吃软饭的，就你这相貌，怕是也轮不到我来包养吧。不过他感受到了宋少卿的心意，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给他撑腰做脸，再一个也是想要自己居住的更舒适，当然更是为了护住他们的秘密。不管是从哪方面考虑，肯定是住在高档小区更好一些。行吧，那我们明天去看看吧。好。东楚国白云村，回到家中，
宋少卿这才拉着祖母与母亲说起了明日拜见未来岳母的事。真的吗？你们是怎么商量的呀？你这孩子也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现在才说呀？你们也知道宁宁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好当众嚷嚷。祖母娘，宁宁那边的习俗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些礼节不能少。你们看我该准备点什么呢？我好去安排。哎呀，这时间也来不及呀，这样按照礼节来，那要准备的东西就多了。虽说咱们家还有家底拿得出来，可如今这情况，咱们也没办法马上凑齐上门礼呀。娘，你别急，我找你们说这事儿，就是想向你们求取一些经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事，并不是很了解。这次只是上门见见人，上门礼我自会准备的，你们不用操心。你们就跟我说说，这第一次上门拜见女方长辈需要注意什么？如果要备礼的话，又该选择哪方面的礼品比较合适呢？这是在说什么好事啊？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说着少卿的亲事呢。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说着少卿的亲事呢。亲事？少卿，你跟小宁准备成亲了？宋少卿无奈地笑了笑，他也想现在就跟夏宁成亲，可如今大家在白云村都没有稳定下来，甚至连个像样的住所都没有，他怎么好在这样的环境下与他拜堂成亲呢？即使他不介意，他也不想委屈了他。是少卿说明天要跟小宁去拜见他的母亲，我们正说要准备着点什么。小宁家里都有哪些人啊？说起来，我还不知道小宁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也没听你们提及过。如今让你上门，可是他们同意你们俩的事情了。哎呀，对哈，这么久了，好似还真没听说过你们说小宁家里的事儿啊。哎呀，着什么急呀？该咱们知道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我也正打算跟你们说说宁宁家里的情况。在他13、14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因意外去世了。几个月后，他母亲就改嫁了。之后，他就跟着他外婆生活。但前2年老人家也去世了，现在是他一个人独自生活。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也一般，也就是重要节庆日才会见面。因我跟着宁宁去过几次，他母亲就知道了我的存在，所以就希望能见一面。这竟是这样啊！小宁那孩子的性子呀，是真的好。平日里真没看出来，他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能长成如今这样，多亏了孩子的心正，没有受到变故的影响。可不是吗？啊，那丫头是真没话说，她能来到咱们家呀，也是一种缘分，也是咱家的福分。老大，你们2口子以后得多疼疼小宁那丫头。娘，你放心吧，我们会把小宁当亲闺女一样看待。是啊，我本就很喜欢小宁，她能跟少卿结为夫妻，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高兴，就是晚上睡觉啊都能笑出来。见此，宋少卿心里也十分舒坦，他家宁宁过往缺失的部分，他会让他一点点圆满起来。娘，咱们还是说正事吧，你们看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啊，对，这上门礼肯定要根据你岳母家的情况来准备，比如他那边有几口人，喜爱什么，这爷们儿跟女眷的礼自然不一样。哎呀，你还是别说了，少卿不是说了吗？小宁跟他母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估计与继父那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吧。既然小宁不喜欢那家人，那还用得着准备厚礼吗？老大说的对，一切呀还是以小宁的感受为主。你有跟他商量过吗？我知道，我会跟他商量着来，也打算按照他们家乡的习俗来准备。只是我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这心里也好有个底啊，才好知道明日该怎么做。毕竟他占着宁宁生母的身份，而我始终是晚辈啊，明面上该有的礼节还是不能少的，不然岂不是让宁宁面上无光？你这么想是对的，这男人有时候也是女人的脸面。随后
3位长辈就开始为少卿明日的见面出谋划策，给他传授过来人的经验。至于亲家的见面礼，他们也不操心了，由着少卿自己准备。晚饭后，在宋家的空地上又召开了一次短暂的会议，主要是商量着建水管的事情。这主意好呀，那往后咱们就不用担心地里缺水了。宋二爷不愧是当年名满京城的状元郎啊！宋先生，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做啊？我们都听从安排。这引水的管道必须要特殊的材质才行，小宁他有办法解决，所以明日一早他们俩就会离村2日。这2日咱们争取把所有的土地都翻新了，等他们回村后就能立马开凿引水管道。行，这样2边同时进行，也不耽搁夏种的时间。那就麻烦宋二爷跟夏姑娘了。21世纪龙城，我们什么时候去买房？真要买啊？当然，趁着我们今天有时间，尽快办了吧。之后忙起来，咱们估计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过来了。行吧，反正东西都是你的，你是金主，你说了算。你想买什么样的房子？大平层、大跃层，还是别墅？独门独栋的别墅吧，居住环境与安全措施都更隐秘些。独门独栋的别墅吧，居住环境与安全措施都更隐秘些。我今早醒来后就用手机查了一下，我们就买城区边上的别墅，人少也清静。我记得我之前私库里有个木匣子，装着10几根金条，我们就用那个去买房吧，其他的东西就留着给你收藏。有这些金条应该就够了吧？对他来说，金子就是最便捷的流通货币，卖了就卖了，没有什么舍不得。而其他的珠宝首饰确实是可以收藏起来传承的，价值完全不一样。什么样的木匣子？是个暗红色的木匣子，大概这么大吧，上面雕刻着貔貅。哦，我找找。很快，他通过意识操控，在磁盆空间里找到了木匣子。是这个吧？就是这个。我对你们这边典当的行情不是很了解，如果不够的话，那就再把书房里的那个白玉镇纸卖了吧。别，够了。真够了？肯定够了。如果只是买城区边上的别墅，估计在200-300万就够了。而你的这个金条是足金的，应该是500克的。我听说足金的500克金条，金价能达到500一克，也就是1根金条就能卖上25万。这个木匣子有16根金条，如果全卖了的话，那就能卖到多少？刚好400万。公布出最终金额后，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400万呐！他忽然想着，光是一个小木匣子里的金子就价值400万，那其他的几10个箱子呢？要知道，那些古玉、珠宝、首饰什么的，可比金子更具有价值啊！这么一想，夏宁呼吸发紧，那他岂不是随身携带着上亿的资产？走，咱们看房去。下午2点，美山别墅，我们就选择19号吧。刷卡吧。宋先生，请收好了，这边的手续已经为你们处理好了，房产证大概在1周后就能办下来，到时候管家会来通知你们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入住？原谅他这没出息的样子，实在是像他这样的小老百姓，想要拥有一栋别墅，还不知道要奋斗多少年呢。随时都可以。走吧，去买东西。目送2人牵手离去，售楼部的工作人员瞬间爆发出一阵羡慕声。哇，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霸总吗？你刚没看见吗？大佬2话不说就直接付款买单，户主的名字直接登记女朋友的名字。我靠，就是啊，那男的也太帅了，全款别墅说送就送。我真的好羡慕啊！可惜没看到大佬的脸，也不知道长什么样。难不成是什么名人？肯定是个大帅哥啊！你光看他那一身气质就绝了。应该不是什么明星吧？虽然戴了口罩，但眉眼跟轮廓
也不像那个名人啊。不会是哪个豪门富豪在外面那啥吧？感觉不像。我一路上陪同，觉得俩人的感觉很好，就像是正常的恋爱男女。如果真的是在外面包小三的话，你觉得那个大佬会有这样的耐心和时间吗？也是，我感觉那两人之间的气息也不像是那种不正经的关系啊。唉，果然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打车离开的两人可不知道身后工作人员的羡慕嫉妒。他们在蒋家附近的大型超市里挑选了上门礼。下午5点半，夏宁与宋少卿到达了蒋家所在的小区。我按门铃了。按吧。门铃按响不到1分钟，房门就被打开了。来啦，快进来吧。你好，阿姨，我叫宋少卿。啊，你好，你好，快进来吧。此时，屋里的蒋家众人听到动静后，纷纷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玄关处。于是，整个客厅顿时静默下来，只听到一阵抽泣声。这是从哪儿来的翩翩贵公子啊？你们好，我是宋少卿，夏宁的男朋友。你好，那我就叫你小宋吧。这边坐。好，谢谢。你随意称呼就行。最后多说一句，想买车瓜子更靠谱，坐在家里就能挑。小宋啊，这位是我丈夫蒋建平，旁边是你蒋叔的儿子蒋斌，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玲，这边的是你蒋叔的女儿蒋美琪，旁边的是她男朋友林宇。说来啊，今天日子真是不错，双喜临门呐。他们俩也刚交往不久，小林呢也是第一次上门，想着今天你们要过来，干脆呀就一起认识认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夏宁见男友双手都拎着礼品袋，立马上前接过了他右手的袋子。宋少卿有礼地伸出手握了握。你好。来，大家都坐着吧，晚饭很快就好了。对，你们先坐会儿喝口水，再炒2个菜就可以吃饭了。美琪，你给小宋他们倒杯茶水。突然被点名的蒋美琪这才从惊艳中回过神来。她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宋少卿，心口砰砰直跳啊！这男人也长得太好看了吧，这颜值真的绝了，已经不能单纯的用帅来形容了，就是他追的几个男明星也没他好看。前几天他在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只是一个侧脸，他也没太放在心上，反倒注意一点在他的长头发上，他当时就笑出了声。在他看来，一个大男人蓄着长发，要么就是穷搞艺术的，要么就是娘们唧唧的。他最讨厌的就是不男不女的男人了。没想到夏宁竟然找了这么一个货色，但现在啊，却大大的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他确实是蓄着长发，可这么一看，其实他本人也没有那种娘们唧唧的感觉。虽然他的五官不是那种特别阳刚的硬汉类型，但却属于温润儒雅的类型。而这种五官俊美、气质儒雅的男人，反倒更吃香了。蒋美琪思绪纷飞地倒好了茶水，看着夏宁挨着宋少卿坐在沙发上，他这心里啊，却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夏宁怎就这么走运呢？她一个孤女，就让她找到这么一个好看的男朋友，老天爷是眼瞎了吗？想到今日自己的目的，蒋美琪忽然清醒过来，她不能被对方的美色迷惑了，那岂不是让夏宁的死丫头更得意了？喝水吧。有了。刚逛了那么久，你差不多有2个小时没有饮水了，喝点水润润嗓，不是很烫。好。看到这一幕，蒋美琪鼻子都气歪了，这还成了她给夏宁端茶倒水了。然而蓦然察觉到林宇看向自己的目光，吓得她连忙调整好表情，对着他甜甜地笑了笑，因为他知道林宇就喜欢温柔的甜妹子。夏宁，你也不介绍下你的男朋友吗？你有见贤失忆症吗？
刚才我男朋友一进门就做了介绍，你忘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跟大家说说，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又是哪儿的？父母呢？你是查户口的吗？问那么多，你把你自己男朋友了解清楚就行了。江美琪努力压住火气。瞧你说的，你今天第一次带男朋友上门，我们当亲人的，这不是想为你把把关吗？夏宁默不作声，只是笑容深远地看着对方。你这是干嘛？你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信吗？还亲人？谢谢了，我这么大个人了，就不用你为我费心了。哼，好心当成驴肝肺。几次被落了面子，江美琪也绷不住了，气得她也不想周全了。宁宁，美琪也不过是一片好意，你这第一次带对象上门，咱们作为娘家人，总要知道男方的一个基本情况吧。这女人找对象可大意不得，哪有什么都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嫁人的。再说了，这小宋家里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又不是见不得人。王玲心里也是一阵火气，原本还抱着看夏宁笑话来着，没想到他竟然带来了一个俊美的男人。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男人，不禁有些看呆了。直到听到小姑子忽然拔高的音量，他这才恍惚地回过神来，但他这心里瞬间就不得劲儿了。对呀，小宁，你妈妈一直操心你的个人问题，得知你谈了对象，这几天就一直记挂着。刚才美琪带小林来的时候，也都把基本情况介绍了下。宋少卿伸手握住了夏宁的手，按住了她的蠢蠢欲动。你们别介意，宁宁也是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想说想问什么，我定当回答。我们也只是想多了解下你的情况，不然亲友们问起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了。我今年22，是做国学研究的，家里历代都是从事国学。大致就这样，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没了，很清楚了。蒋建平讪讪的摆摆手，没想到啊，这妓女找的男朋友竟还是高知家庭，光是听着历代这2个字就感觉很不一般。那你们是哪里人啊？你刚才也没说你们家在哪里啊？我家在首都。北京？你们家是北京本地人，还只是住在北京？蒋美琪声音都拔高了，北京户口啊，天知道北京的土地简直就是寸土寸金。她不相信夏宁真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金龟婿。我们家就在北京，有一套老宅，但因为工作原因，我家人常常四处奔走，倒没有经常待在北京。众人瞪大眼，脑子里只有老宅2个字，能在北京成为老宅的，怕只有四合院了吧？北京的四合院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啊？你还没买房？不好意思啊，我想着你们家都住的老宅院了，应该有能力在荣城买房。那你现在跟夏宁谈朋友了，怎么打算的？不会住在他那套小公寓里吧？我原本还想问问你在哪里买的房，要是离凌雨买的房子比较近的话，那以后就方便串门了。说起来，我真的特别佩服凌雨，你们不知道吧？他毕业才1年，就自己买了一套大平房，总价要100多万呢。跟他比起来，感觉自己好废柴哦。夏宁无语地撇了撇嘴，这话在内涵谁呢？哟，小林这么厉害呢，真是年轻有为啊！如今这社会，不得不说，个人能力很重要的，靠谁啊都有垮掉的时候。你们过奖了，我也是首付贷的款。那也很不错了，首付也要20-30万吧？你们聊什么呢？张阿姨啊，宁宁她男朋友是从北京过来的，所以在荣城啊还没有房子呢，估计现在是跟宁宁一起住的小公寓吧。小林这孩子不错，毕业才1年就自己买了一套大平房。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啊，真不多了。程春华嘴角僵硬，脸上的表情很是尴尬。妈，我正想跟你说一声，我搬家了。
夏宁施施然的从包里拿出了下午才签好的合同，没想到今天还有这用处。啊，搬家？你不是才住进公寓没多久吗？搬哪儿去啊？喏，今天下午刚买的，全款有优惠，只要360多万，所以为了享受折扣，少卿就直接全款买了。我本来是不同意的，想着有一套公寓房了，但少卿非要给我买，还硬要在房产证上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唉，我也真是拿他没办法。不就是装逼吗？来呀，当谁不会呢？互怕互啊！这下 KO 了。整个客厅一片静默，众人纷纷惊呆了。蒋美琪的嘴角直抽抽，气得眼睛都发红了。什么叫只有360万呢？她简直想吐血了。房产证上还只写了夏宁一个人的名字，这岂不是说夏宁就此拥有了一栋别墅吗？一想到他刚才还在得意洋洋地宣扬林雨的大平房，蒋美琪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傻叉。多少？360万。蒋建平念出了让他心颤的金额。如今的年轻人真是不一般呐，300多万的全款别墅说买就买，就跟这钱不是钱一样。宁宁，真的吗？你没开玩笑吧？这合同还能有假呀？1个小时前才新鲜出炉的。蒋建平拿起了合同看了起来，张春华连忙凑了过去。虽说合同内容看起来费劲儿，但标注的金额他还是看得懂的。真的啊？小宋，你这样确定没问题吗？你家人不会那啥？阿姨，你放心，我的家人已经见过宁宁了，他们都很喜欢宁宁，对我这次上门也很重视。我们打算在年后挑个吉日举办婚礼。夏宁瞬间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年后举办婚礼，确定新娘是自己吗？不然他这个当事人怎么不清楚这个打算？那就太好了，到时候咱们两家抽个时间见个面认识下吧。如今宁宁就我这个当妈的还在，但该有的礼节不能少。蒋美琪听到这番回答，简直就要心梗了。天知道她刚刚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毕竟豪门可不是那么容易嫁进去的。没事吧，美琪？林雨见女友脸色不太好，不由关心地问，难不成是因为对方买了全款别墅？可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没事，估计是林家要来了吧，肚子有些不舒服。哦。蒋美琪不由打量着林雨，心里自我安慰起来。没事，林雨虽然没那个姓宋的有钱，但好歹人体贴，又懂得关心我。这男人啊，还是要找个贴心的才好。晚饭做好了，大家都上桌吧。咱们爷俩喝一杯。来，妹夫，你多吃点。来了咱家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这个基围虾新鲜，小宁啊，你尝尝。看着家人都讨好着夏宁与宋少卿，蒋美琪憋了一肚子的气。她不由看了看身边认真吃饭的男人，心里的气就更不打一处来了。怎么了？我想吃那个牛肉。林雨看了看伸手就可以夹到的牛肉盘子，又看了看一脸期许望着自己的女友，缓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意思。他很是无语地伸出筷子夹了一片卤牛肉放进女友的碗里，实在有些搞不懂女人的心思，明明自己就可以夹菜，干嘛非要找人帮着夹呢？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谢谢亲爱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夏宁不由同情地看了林雨一眼，缓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意思。他很是无语地伸出筷子夹了一片卤牛肉放进女友的碗里，实在有些搞不懂女人的心思，明明自己就可以夹菜，干嘛非要找人帮着夹呢？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谢谢亲爱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夏宁不由同情地看了林雨一眼，这人瞧着还不错啊，可惜眼神不太好，竟看上了蒋美琪这个刁蛮的作精。忽然他的面前多出来一个碗，碗里装着不少已经去掉外壳的基围虾，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好吃。谢谢。
快吃吧，我再给你剥几个。正好看见这一幕的蒋美琪，顿时觉得嘴里的牛肉不香了。我吃饱了。蒋美琪直接搁下筷子就起身离席了。她现在气都气饱了，哪里还吃得下饭呢？蒋美琪原本想回房间的，但蓦然扫到了茶几旁的礼品袋，眼珠子转了转，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她到底看看这上门里都买了些什么。哼，要是让她发现有便宜货，看她怎么嘲笑他们。见饭桌那边的人都专注地吃着饭，蒋美琪缓缓伸出手撩开了礼品袋子，伸着脖子查看。下一秒她瞪圆了双眼，卧槽，西湖龙井茶、五粮液白酒、冬虫夏草、海参、高档护肤品。这下蒋美琪彻底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了，比不过，真的比不过了。于是等林雨吃完了晚饭，蒋美琪就拉着他借故离开了。脸都被打肿了，还留下来干嘛呀？原本夏宁也想吃完饭就拉着宋少卿离开的，毕竟该解惑都解答完了，上门礼也送了，晚饭也吃了，可最后还是被张春华给拦住了。还有什么事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还想早点回家休息。那个，你有什么就直说吧，要么就别说了。我是想问问，你这搬去别墅住了，那你的公寓咋办呢？夏宁嘴角微勾，果然又是这样，他就知道不能对张女士抱有太高的希望。他不否认，张女士对自己也是有几分母女情的，心里也盼着自己好。可他的这份心思总是夹杂着其他的利益与心思。反正他这个女儿在他的心中，从来都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位置。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是什么打算。既然你要搬进别墅了，那公寓岂不是空了下来啊？我凭自己努力买的房子，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是放在那儿空置着，也碍不到别人的事儿吧。嗨，这不是浪费了吗？是不是把房子给你们就不浪费了？都是一家人，看你这话说的，我就想着呀，反正放着也是放着，给自己家住着，好歹呀也有点人气。好，既然你说咱们都是一家人，那我问问，我这准备结婚了，你们打算给备上多少嫁妆啊？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我的房子就活该给你们，但我却没资格让蒋家为我备嫁妆是吗？那我凭什么要把房子给你们？什么都不出就想白得一套公寓房，这想的倒是挺美的。我就是住进了别墅又怎样？我就不能把公寓租出去收租吗？为什么要给别人？那套公寓就别想了，也别想道德绑架我。等你老的没法自理了，该我尽的赡养责任我绝不会推脱。人也见了，咱们就不打扰了。说完，他拉着宋少卿的手往外走。可惜了呀，要不是为了顾着宋少卿的礼节与颜面，他真想把那些礼品袋一并带走了。没事吧？之前虽然听夏宁说了一些家里的事情，但今晚一番接触下来，宋少卿才真正理解了夏宁的心情，同时也更心疼了。在需要父母爱护的年纪，他却过早地成长起来，独自面临了这个复杂的社会。换做其他人，估计早就不跟母亲来往了，但在夏宁心里，仍然保留了对张女士作为亲生母亲的敬重，并没有躲避或推卸作为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只是在情感上有所保留了而已。对此，他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他不会劝说夏宁必须要跟母亲处好关系，也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如何孝顺长辈。毕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相互的，是双向的付出。没事儿，放心吧，这些年跟他们都是这么处过来的，早就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性子，我才不会放心上呢。没得跟自己过不去，我只是有些心疼你买的那些名贵礼品，真是便宜他们了。别心疼了，以后我们家的钱都归你管，完全由你支配，给他们的上门礼也只是明面上的牌子货而已，真讲究起来其实根本不值钱。我当初传送给你的那些东西可比这些名贵多了，所以用不着心疼。我知道，只是一时觉得有些不值，
哎，对了，你刚刚在蒋家说我们年后就办婚礼，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事儿了？宋少卿不由走上前，面对面的看着他。我们虽然还没有商量具体的婚事细节，但我也没说错吧？以我们现在的关系，难道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吗？还是说你想要耍流氓？你现在连耍流氓都知道了？我每天都在学习，知道的当然越来越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都是耍流氓。宁宁，你可不能耍流氓啊！啊，我耍流氓？宁宁，你这是不想负责了？我们可是抱过亲过了，甚至都睡在一起了。我已经没了清白，除了娶你当媳妇儿，其他人都不行。所以你得对我负责。夏宁黑人脸，什么叫没了清白啊？我负责？你确定不是说反了？没说反，我可是清白之身跟了你。在咱们东楚，只要是抱过了，那就必须结为夫妻。难道爷们儿就不需要负责了吗？宋少卿，你的金贵自持呢？我一个姑娘家都还没说什么呢，你一个爷们儿还清白之身，脸不要了吗？宋二爷，你的节操掉了。宋少卿笑得如沐春风，他家宁宁这呆萌的样子真可爱啊。放心，你不想对我负责也没关系，但我会对你负责的。等天气暖和了，咱们就去办婚礼。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夏宁瞪了他一眼，这说来说去，结果还不是一样。不用客气。我去你的！这厮太无耻了。现在时间还早，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啊？要不去看电影？看电影，情侣间必不可少的约会。这你也知道？你老实说，你背着我到底看了些什么内容？啊，来这边的时候我就刷了一些短视频，回东楚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些下载的电视剧，一些文档资料之类的。是吗？不是看电影吗？那赶紧走吧。你说去哪看？那个叫幕布，是用放映机。要是东楚有电就好了，他就能备上一套投影设备，在村里给大家播放爸爸电影了，也好让大家感受下电影的魅力。当然他也是歪一下，这事实施起来可不容易呀。忽然影厅里的灯光一下全熄灭了，宋少卿瞬间肃然微坐，身体下意识处于防备的状态。看电影要关掉多余的灯光。话音刚落，屏幕就开始当当当的播放起了电影片头。宋少卿顿时放松了身体，直接靠在了椅背上，专注地盯着电影屏幕。尝尝吧，看电影就是要搭配可乐爆米花。宋少卿直接张嘴吃下，很香甜的味道。他不由拿起可乐喝了一口，两者混在一起，这滋味还挺独特的。渐渐的，他不由被左前方挨着墙壁座位的两个人分走了注意力。这一刻，宋少卿瞬间恍然大悟，他总算明白这里的人为什么说情侣之间增进感情必须要去看电影了。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啊。他不由看向了身边的女友。你不看电影，看我干嘛？看电影的标配就只有爆米花、可乐。当然啊。哦什么哦？我怎么感觉你这语气有些阴阳怪气的呢？你是在……夏妮原本试图掰扯一下，但却见宋少卿看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下意识就顺着目光看了过去。等他看清那个场面时，顿时哑了，尴尬的说不出话来。谁会想着还有这回事啊？你不好好的看电影，看着别人干嘛？真是一天好的不学，尽学一些旁门左道。他开始怀疑，这学霸脑变成了恋爱脑，真是罪过呀，他造的孽。我也没特意看啊，是那画面自己就撞进我的视线里了。好好的看电影，别想东想西的。虽然夏妮也很乐意跟宋少卿增进感情，但她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做出打波的行为来。
好的，女朋友。看什么呢？这么认真，都没叫醒我，差点就昏昏沉沉的睡上一下午了。这本书讲述的主要是你们这边的近代发展史，上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知识点，真的让我受益匪浅，茅塞顿开。是吗？那说明我买对了。买的不错，这本书真的好，主要是50、60年代的发展，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内容倒是很适合现在的白云村近期内的规划。原本我之前跟爹他们商讨的主意还觉得不错，但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瞬间发觉还不够好。如果白云村也能照着书上的路线发展的话，肯定能成长得更好。说着，他就从私棚空间里拿出了纸笔，一边在书本上做起了标注，一边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很快，宋少卿就把一张写满字的 A4 纸递给了夏宁，示意他看一看。夏宁好奇地接过 A4 纸看了起来，越看眼神越诧异。可以啊，宋二爷，这个完全可以有。真的？你也觉得可行？真的很不错，完全可行。这样系统化的管理更有利于后期的发展。你考虑得很周全，有目的性的发展肯定比一盘散沙好多了。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有些改革的底气了。宋少卿对接下来的计划信心大增。没错，他打算推翻东楚过往的一些旧习，学习推崇现代的一些模式。我给你下载几本小说吧，你晚上睡前的时候可以抽空看一看，或许对你也有启发。小说？看小说也能学习吗？当然能，看小说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点的。看了宋少卿的思路构思后，他忽然觉得可以给他找几本末世基建文，虽说情况有些不一样，但面临的处境倒是有些相似。确实不错，那就麻烦你帮我下载几本，我晚上就看。没问题。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下午的5点，两人这才更换了衣服，携手跨越了时空隧道离开。我们每次出门都带了2辆电3轮回来，这样下去我们都能组建一个电3轮车队了。夏宁不由玩笑道，想想一整排的电动3轮车，那画面还挺拉风的。如果走出去行商的话，那绝对是古代最牛逼的电车商队了。这电3轮这么好，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啊，以后总能派上用场。这倒是。走吧，回村了。夏宁一说完就启动了车子，宋少卿紧跟其后，2辆电3轮车就悠哉悠哉地进村了。回来了，有车子回来了，是夏小姐回来了。哇，又有2辆车呢。少卿，小宁，一路顺利吗？一切都很顺利，这车上就是所需的材料了。伯父，我们还给你们带了不少的水果回来，晚上发给大家尝尝鲜。好，辛苦你们了。咱们把东西搬下来吧。好。侄媳妇儿，你们带回来的都是些什么水果啊？好几样我都没见过呢。这是苹果、香蕉、砂糖橘、丑柑、圣女果、香梨、哈密瓜。这些名字倒是别致啊。村长，咱们还是赶紧安排人把管道建立起来才好。对，这个得趁早。我们今天都开始播种了，地里的种子还等着浇灌呢。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手。很快，李明就组织了20多个青壮年，有关引水管道如何修建以及路线的问题，早在宋少卿离开那晚，大家就已经商量好了，可以说就等着原材料了。趁着现在天色还早，咱们动作麻利点，争取在天黑之前把管道安上。好。你就在家休息，等会儿给大家分水果，我跟着爹他们上山。行。夏姐姐，这些水果需要抬进去吗？不用了，等会儿就发给大家了。这村里也没外人，就放在这儿吧。云溪，你看看你想吃哪个水果，自己拿啊。这个叫圣女果，名字可真好听。
没错，这水果倒是适合咱们姑娘家吃，可以美容养颜。真的吗？那我要多吃点。好多水果啊！天哪，这全是水果吗？那个红红的小小的是什么果子啊？跟鸽子蛋似的。瞧见那个箩筐没？那么大个儿也是水果。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水果嘞。怕是很贵吧？夏姑娘真的要送给我们？哎，大家都静一静啊！现在开始分发水果，麻烦大家都依次排好队，不用挤在一起。在夏宁的嚷嚷下，众人很快有序地排好了队伍，脸上的喜色完全遮挡不住，因为夏宁的话就是最好的答案。他们真有免费的水果可以领取。对，夏姑娘就是这么交代的。村里妇女恍惚了，感觉就跟做梦一样，有些不真实。这可是老鼻子贵的水果呀，听说只有那些高门大户才吃得起的水果，而现在他竟然也能拥有这么多的水果，简直不可思议。真的给我了？那我拿走了。放心吧，确实是夏姑娘交代好的，村里每户人都是这分量，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谢谢夏姑娘。不客气，带回家后记得跟家人一起分享。水果就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这水果有营养，对身体好，别舍不得吃收起来，不然水果就失了营养啦。啊，真的吗？对孩子身体也好吗？真的，对男女老少都好。那好，晚上我们就一起吃了。于是农妇随后就跟自己关系好的妇人复述了夏姑娘的说法，大家你传我，我传你，最后全村人都知道了夏宁交代的话，甚至还有个别迷信的人一度认为这是作为仙女的夏宁送给大家的神仙果。要是安邦也在就好了。闻声，众人纷纷顿默。啊，不好意思啊，我只是……万青啊，你不用多说，我们都明白的。老大媳妇儿，你放心吧，安邦肯定会平安无事。徐婉清微微红了眼眶，她自然是相信的，她跟儿子还在这里等着她呢。大嫂，明天我就让麦冬去镇上探探消息，如果大哥他们启程的话，肯定会给我们来消息。好，那麻烦二弟了。啊，出水了！太好了，咱们村有水塘了！快，大家都赶紧拿桶装水，先把庄稼地好好的浇灌一遍。好嘞，村长。山脚一时边格外的热闹，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聚在这里看管道饮水，而宋家这边却是一片安静。你写好了吗？下一瞬，两人默契十足地把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递给了对方翻阅。夏宁看到宋少卿整理出来的内容更为诧异，这比他昨天下午看到的那份计划更加详细完整。他真没有想到宋少卿竟然这么快就抓住了现代的那套思路，这就是学霸的威力吗？我觉得这里可以调整一下，管理方面的事情就靠你们啦。行。二爷，有大姨的消息了，他们已经在来南蛮的路上了。真的吗？消息确认无误。太好了。二爷，千真万确，这是广白刚送到的信件，大爷他们已过了青州，最多10日便能抵达南蛮。菩萨保佑，安邦总算平安无事。等安邦到了，咱们可得好好庆祝一番。不过眼下咱们还是先安排住处要紧，安邦他们一路奔波，得有个舒适的落脚处。咱们一家终于可以团圆了。爹要回来了吗？对呀，你爹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太好了，陈哥很快就能接到爹了。午饭后，宋少卿就把上午他与夏宁之间交流好的想法告知了宋父与宋二叔，最后自然是得到了两人的支持和认可。这想法好啊，太好了，管理起来方便多了。这些点子也是小宁家乡那边的吗？
差不多吧。小宁家乡那边的发展非常繁荣富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要想更好的成长起来，就不应该继续保持墨守成规的那一套。从古至今，朝代都在不停的更换，我认为有些方法也该适当的改革一下了，否则人类很难有更大的进步。我想试试看，在这个小山村，我们能不能开创一个新机。说得好，如今水源跟庄稼地的问题算是初步完成了，接下来大家有思考过下一步计划吗？啊，下一步计划？吴兴很是蒙圈，这日子不就是这么过的吗？还要做什么计划呢？咱们村里人主要就是庄稼地里的活儿，只有把庄稼地伺候好了，乡亲们家里才有粮。如今咱们开垦出来的庄稼地不算多，咱们还能继续开荒。庄稼地重要，但是居住的房子也很重要，要不了多久就要过冬了。咱们现在的草屋啊，不仅不牢固，还抵御不了严寒。我觉得必须要尽快修建更安全的住所。对，眼下如何防寒比较重要。目前庄稼地的粮食应该够我们应付寒冬，等开春后咱们再继续开荒也不迟。如今应该集中劳力建房子。啊，咱们这里到了冬天确实要比其他地方冷一些。那你们往年冬日如何度过的？唉，提前多备一些木柴，缩在家里烤火呗。先进入正题了，宋父从跟前的本子里抽出了一张纸，缓缓地推到了桌子中间。这是少卿画出来的房屋图形，你们看一看。闻言，众人纷纷查看了起来。等看到图纸上的房屋构造后，大家纷纷一脸愕然之色。这是房子？房子还能这样吗？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宋先生，这房子……少卿，你画的图纸，你来给大家介绍下吧。宋少卿起身，在桌子上摊开了一张更大的图纸，纸上画的是平房的平面图，这样一来，也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更能理解这个房子的构造。这个呢叫平房，这里面是套间的分布图，这边是客厅，吃饭接待客人的地方，左右两边是卧室，可以建2间大卧室，也可以选择左边两边前后建2个房间，这个可以根据每家实际情况来定。而平房的外侧，左手边是灶屋，右边是茅厕，旁边的位置村民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搭建牲畜草棚或者杂物间都可以。然后就是把院子围起来的外墙了。这面的房子简单又牢固，居住起来也干净整洁。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房子外墙十分坚硬如铁，安全上十分有保障，就是再恶劣的天气也不用担心会摧垮房屋。这也坚硬如铁，真如此厉害？可能吗？这世上会有这样的房子？这房子的格局倒是独特，一家子倒是能紧密相连。不过这房子修建出来也如图纸上这么方正吗？是啊，如此光秃秃又方方正正的，着实难以想象建出来会是何模样。宋二爷，这房子不搭建个屋顶棚子就直接平的吗？这是平屋顶，也可以叫阳台，这上面可以晾晒衣服、粮食、蔬菜之类的，会专门搭建一个石梯，我们就可以从下边走上去了。这巧思不错啊。那这房子如何修建呢？根据东楚如今的建屋条件，可没有那种坚硬如铁的材质啊。我们既然提出建这样的房子，自然有办法办到。夏宁手里有个方子，可以制作出一种特别坚硬的外墙，甚至还能把我们白云村的路面变得平整又宽敞。那是什么呀？水泥。水泥？这是何物啊？沾了水的泥土吗？到时候制作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宋二爷，这造新房子是不是要重新打地基、砌砖墙了？是的，之前的房子都得拆掉，我们准备建造一个全新的白云村。宋二爷知道这房子怎么建？我知道，我会负责现场指导。从明天开始，
大家先把房子的地基及框架建出来，等到我们成功做出水泥后，再来做外墙。好在有这方面的书籍，基本的建筑图他还是看得懂的，所以前期他准备先带一批人学着建房，等他们学会后，再挑几个优秀的，再逐渐摸索修建其他的房子。好的，你来安排，我们全力配合。今日我宋某也不跟各位绕什么弯子了，想必大家也很清楚我们宋家的情况。等京城那位反应过来后，绝不会放过我们宋家。等京城那位反应过来后，绝不会放过我们宋家。或许等不了多少时日，京城那边就会有所行动了。我们宋家什么都能认，但通敌叛国这样的罪名是绝对不会认的。所以我们宋家与京城势必会有对上的一天。现在我想听听各位的想法。宋先生，我们文家决意不变，我们文家坚决拥护你们。宋先生，虽然我还没有牵血卖身契，但我曹天荣早已是宋二爷的人了。宋家如何，我曹天荣便如何。宋先生，你放心，我们李氏一族虽只是乡下的农户，但我们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这一路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呢。最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出来了，宋二爷这个未婚妻很不简单啊。你们或许还不知道，在咱们南蛮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可没有尊上的那一套。好，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宋家也定当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等追随宋家无悔。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夏姑娘说的在理，精打细算才能长远。那咱们就来说说另一件事吧。老话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而咱们白云村的情况又有些特殊，只能特殊化的处理了。这里是我儿与小宁针对白云村的情况整理出来的一些改革措施，各位可以看看。看到宋先生推出来的稿纸，大家再次传阅了起来。良久之后，宋婶要开口：各位意见如何？我同意。我也同意。我没意见。哈，那好，那咱们白云村的干部班子就这么定了。我知道大家肯定还有一些疑惑或是不太理解的地方，接下来就让少卿跟小宁为你们解答疑惑吧。